姜还是老的辣吧？城主大人，这把御扇原本是我的参赛作品，可是前不久我府上丢了一张图稿。我以防万一，害怕有人抄袭我的作品，便临时更换了参赛作品。至于这把已经做好的御扇，就只好提前送给您做拜寿礼了。这不可能啊！这几日属下一直小心保护着，确定没人动我。佩佩，岂有此理！城主大人，苏爵送您的御扇，在雕工上面，跟我相比要粗糙很多。你有心抄袭，当然要在技术上精进一些了。你胡说，我根本就没有抄袭。城主大人，这是我和裴少爷一起研磨的，绝对没有借鉴任何作品，我向天起誓。真是可笑啊！如果自家的监狱师可以作证的话，那我舅舅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作证啊？岂有此理！在我云翠城最大的赛事上面发生如此荒唐的事情，如今证据确凿，还敢狡辩？不只是这次，启培阁永久取消参赛资格，从今往后不得触碰任何官宦贡品。活该！这么严重？肯定是抄袭啊！不要脸啊！活该！还支持他们抄袭还敢说？你真卑鄙！卑鄙的不是你吗？欠钱不还，兄弟们，搬东西一件别留，都搬走啊！都搬走！少爷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搬走，全搬走！这些不能搬的，哎，不能搬，不能搬的，一件都别留！搬呢？这是，哎，前几日我们哥几个被你们下了套，没拿到钱就溜溜的走了。如今败北被罚，又断了供货商的供货权，现在还有何话讲？那是因为，哎，没错，现在关公都断了，你们那些宝贝都卖给谁啊？难不成卖给平头老百姓？这咱事先可是讲好的，我们先供货，等你们卖出去再资金补进。现在连卖都没资格，拿什么还钱啊？来，这都烧上。我告诉你，今儿搬这些东西都不算完啊！你给我等着，老东西！你，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来，都过来看看啊！我告诉你，过来，来，看看。他就是那天作弊被抓包、输了比赛的裴大姑娘。这把你能耐的，给我撒开！撒开！撒开你！佩儿，罢了。能耐的他。来，进来，俩人继续搬，这都搬走。走了，这拿走，哎，全拿走，都拿走，今儿干活，来搬，全拿走，哎，一件别留。不就是输了一场比赛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那些无良的供货商，咱们钱也赔了，货也给了。虽然目前有些拮据，但天无绝人之路，大不了重新来过嘛。娘，对不起。佩儿，你做得很好了。就说单姑娘年轻没经验，让她同少爷搭档参赛，也是意气用事了。这是我决定的事情，要怪我。这事就是有恶人从中作梗，跟这两个孩子没有任何关系。倒是我这启培阁该好好盘查盘查了，是不是出了内鬼？他们的表现啊，我从头到尾都很满意。胜负乃兵家常事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以后不许再提。另外，空口无凭只会招来城主更严厉的敲打。待我们有了新的证据，再证清白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佩儿留下。
佩儿，来坐。娘，好了，无需多言。自从你重新拿起刻刀的那一刻起呀，娘就心满意足了。你和丹丹筹划斗鱼大赛的努力和执拗，娘都看在眼里了。我之所以没有插手，是希望你们能够一起成长，重新燃起对生活的信心。至于胜负啊，娘根本就不在乎。可是娘，我真的很不服，我没有比那个苏决差。娘知道，他们行的是小人之术，我们不必与其争辩。只要你重新站起来了，启培阁的辉煌那是早晚的事情。娘对你有信心，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件事情不要迁怒于丹丹，她已经尽力了。当然不会。回答得那么干脆呀，这可不像你平时对她的态度哦。难不成？娘，没有。您先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哎。怎么样？有事儿吗？责罚我们吗？少爷，少爷，丹丹，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已经被我控制在茶楼了。走。说吧，想都不用想，就是苏决安排的，你就不用替他掩护了。不错，我是临时变卦，道哥归附了苏玉轩。苏决跟杨妈妈常年有生意来往，小女子得罪不起。这件事是我不仁不义，可虞美人本就是自愿行为，您就算闹到城主那边，也无济于事。我说的不是虞美人的事情。什么？苏决准备了一把跟我们极其相似的玉扇，提前送给了城主，诬陷我们抄袭。可这玉扇，除了我们之外，只有你了如指掌。你们怀疑是我泄露给苏决的？做了错事，我红颜自然会认，毕竟给谁做虞美人是我自己的权利。可这种偷鸡摸狗的害人勾当，我做不来。不错，我是见过苏决。苏少爷，这么着急，是去给启培阁做虞美人了吗？我急着回花满楼，不便久留。急什么？相遇就是缘分。说说看，裴家用的是什么玉品？你又打算如何呈现？怎么，是不打算继续在花满楼做工，有钱讨生活吧？裴少爷打算做一柄玲珑如意，虽然很难与舞蹈相融，但毕竟是东家的要求，小女子也只能接受。我只说了玲珑如意，换玉扇之事，我只字未提。我虽为一介小小艺人，但这点分寸和良心还是有的。若你们不信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好了，你先走吧。虞美人的事，对不起。我觉得不是他。若真是他的话，没有必要把跟苏决的见面一五一十的说出，闭口不谈就好了。我之前参加斗鱼大赛找工匠的时候，看到过一张图纸。那张图纸我们还没有上架，但是苏玉轩已经在售卖了。究竟是谁啊？
你这是？怕你心情不好，过来加餐，陪你喝一杯。喏，这都是你平时最喜欢吃的，我特意给你准备的。快吃吧。怎么了？谢谢你，谢我？谢谢你，明明跟我付出一样多，明明更想证明自己，明明你也很难过，却还是想着第一时间跑过来安慰我。谢谢。我都失败惯了，我扛得住。倒是你，我怕你一个人在这儿伤心。那是以前。既然我已经决定要重新站起来了，就不可能轻言放弃。就是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就是输一次嘛。况且他用那么恶心的手段赢了我们，这日子还长着呢。只要我们不死，我们就跟他斗到底。这个苏决的嘴脸，我迟早会给他拆穿的。咱们走着瞧。只要你不辞了我这个监狱师，我就陪着你一起奉陪到底。奉陪到底。我居然说了一个成语啊！是啊，说了个成语。再想一个，要不？那你想一个，我想一个呗。来，哥。黄金500两，好；翡翠珍珠50串，好；白银50锭。这个啊，这个白银、黄金各200两。拿着。哎，掌柜的，好，你说这个白银800两。好，菊儿啊，这可都是全城的达官显贵送来的贺礼，你也不看一看。这刚拿了斗玉大赛的魁首，怎么还闷闷不乐呢？斗玉大赛夺魁本来就是计划之内的事情，有什么可开心的？倒是培培那柄扇子，雕工确实让人讨厌。这说来也怪啊，你说这个培培多年不问遇事，怎么突然如此亢奋呢？舅舅，还是多留点心，我们的地位不能被动摇。嗨，他也就是回光返照，他蹦跶不了几天。对了，舅舅，碧水鸳鸯还得劳烦您找匠人帮我打造黄金底托和水晶罩。好，有劳。我去趟工坊。这个，哎呀，这里再收拾一下。哎，好嘞。这是我启培阁献的银丝玉骨扇，这扇根处的雕刻技法更是细如毛发，动如游龙，难度极高。培培的游丝毛雕的技法几乎不亚于辉月凤冠之作，竟有如此技艺，难道我赌错了？少爷，怎么还在弄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啊？你已经是深度参与斗玉大赛并且夺魁的匠人了，是谁胆敢不允许你接触贵价成品吗？不是的，少爷，是我觉得自己资历尚浅，还需要多加练习一段时间。还有，我有一些自己的观点。坐下说。饰品不一定贵才算好，这世上毕竟还是穷人多。我自身就是贫苦人家出身的，也曾摆过摊卖过首饰，能买起贵价饰品的可能只有10个人，但能买得起我摊上便宜货的也许有上千人，而他们也有变漂亮的资格。啊，抱歉，是我多言了。不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只要你能开心，就算是天价我都可以满足，更何况是这些不值钱的东西。谢谢少爷。对了，碧水鸳鸯呢已经外送精修了，
保你满意。表哥，我上次送给表嫂的桂花糕，她喜欢吗？喜欢，特别喜欢。他说呀，他还要感谢你呢。哎，不用，她要是喜欢，我下次再给她送。哎，好。我说你有完没完啊？没完，怎么了？不是你自己嗑的瓜子自己不会打扫吗？你不是让扫呢吗？我刚扫完，你又嗑呀？那你再扫呗。你俩别吵吵了。小李，哎，来一下，哎，来了。把这些边角料跟垃圾一起倒了。好嘞。这些都要扔了呀？要它干嘛？做首饰卖给你啊？那这扔了多可惜啊！哎呀，你要是愿意要，你就都拿去呗，省得管家清理这些垃圾了。我看这些破玉呀，倒是挺衬你的，土包子。真的不要了？是不要了，土包子，拿走吧。大门怎么这么早就锁了？真是。被我抓到了吧？啊！你们都看见了对不对？阿六你也看见了吧？说吧，什么时候开始偷东西的？明明是你告诉我。算了，现在问你，你这个无赖肯定不会说的。丹丹，家里那么多值钱的东西你不偷，你偷这些边角料做什么？老夫人，还是您明事理。这少爷屋里的痰盂都比这个贵，我偷这些干什么呀？肯定是怕拿别的东西太过显眼了呗。这些碎玉虽然看着不值钱，但积少成多，还是可以换一些银两的。哎呦，丹丹，你别生气嘛，我也只是瞎猜的。不过看你刚刚翻墙的样子那么熟练，应该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了吧？有什么事情提前知会就好了，大晚上翻墙干什么？多危险啊！我不是从小也惯了吗？少爷，这不是你的主意吗？什么？啊，这比赛失利之后，你奋发图强，努力经营启培阁。这销玉策划上面不是写了吗？要善用边角料，发展低价碎玉首饰，薄利多销。你忘了？啊，对，确实有这么回事。那丹丹，你说说，你要用这些碎玉做什么？老夫人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姐姐呢，曾经在西市摆摊卖饰品，做的东西呢那是漂亮极了。只是我们家呢也没什么积蓄，用的原料都是一些廉价的石头啊、木头。今日我路过这手工坊，看到这些边角料，觉得扔了可惜，我就想着拿给我姐姐瞧瞧，看看能不能稍作加工，变成一些稀罕首饰。用这些东西做出来的首饰能卖几个钱？斗玉大赛刚被你弄输，现在又出来整什么幺蛾子？薄利多销，你懂不懂啊？再说我姐姐做的首饰，那多的人抢呢。我之前呀就想过，针对那些收入低的百姓呀，做一些玉器首饰，但总是担心啊入不敷出。咱们斗玉大赛被人陷害之后，玉石恐怕会失去一些达官显贵的客源。但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啊，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斗玉大赛，他们只在乎物美价廉。咱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说不定咱们转换一个思路，这就有翻盘的机会呢。郝掌柜，你听听，我觉得丹丹说的对极了。通知下去，
让手工坊赶工，就用这些边角料呀，配一些精简装饰，出一批饰品。丹丹，这个你熟悉，多给师傅们出主意。啊，好的，夫人。老夫人，此事会不会决定的过于仓促了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时辰呀也不早了，我要睡觉去了。以后呢，少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烦我。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老夫人慢走。我觉得这个主意啊是极好的。来，我来吧。来，我来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呢。你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翠柳姑娘，慢走哦。少爷，吃早餐了，我来帮你吧。来，好。走。来，喝粥。哎，等等，烫。哦，烫。等等。你该不会是在这粥里面下毒了吧？少爷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给我10个胆子我都不敢呢。来，你今天不太对劲呀。这无事献殷勤的，肯定有诈。少爷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可是您的丫鬟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除了早点之外呢，茶也泡好了，馍也研稀了，这地也炖好，这再不吃早饭该凉了。那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去工房了。等一下，搞半天是想溜号啊？您忘了吗？老夫人说了，让我没事儿就去工坊给那些老师傅当参谋。少爷，昨天的事儿不用再说了。人家也不是故意的，错怪丹丹妹妹，我也特别自责。丹丹给您准备的吃食这么油腻，我给您泡一壶普洱吧。别呀，别泡普洱啊，换成毛尖、龙井、碧螺春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绿茶呀，可以去口臭。少爷，那我和翠柳姐姐去给您泡壶茶哦。走吧，姐姐。哎，走了。其实我觉得可以在这簪子上啊，加一点这布艺的绒花。我姐姐当时做出来啊，那卖的可好了。你拿我们启培阁跟地摊货比吗？你不懂就少说话。地摊货怎么了？老夫人现在要做地下市场，这就要接地气了。你还有脸提老夫人呢？她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才信你的鬼话，那害得我每天鼓捣这些边角料。放肆！放肆！老夫人也是你能随便议论的。少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哪个意思？老夫人的话，你听也得听，不听也得听。老夫人命她给你做参谋，就得受。那么多废话。是。我跟你们宣布一件事情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他说了算，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。如果要是敢违抗他的命令，统统拖出去，斩了。
再说了，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虽然他想法落伍，思维混乱，指手画脚的，你只能忍一下了啊！哎，是。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呀？碎玉首饰，说是碎玉，但是比咱们当时摆地摊用的石料那是高级多了。再说了，这2位少爷家的玉器，哪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呀？这碎玉首饰，一是可以打开市场，2可以造福老百姓，一石二鸟，何乐而不为？你这想法倒是和我不谋而合呢。只是这启培阁刚输了比赛，他们不但没有责怪于你，还允许你开发新品类。老夫人宽宏大量，没有说我，但是下面的人没少给我眼色看。我这次开发碎玉首饰啊，大家也都不愿意帮忙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我能想出极其精巧的饰品样式，他们肯定会折服于我。可是你也不擅长这些啊。不是有我这人美心善、气质佳的姐姐吗？你这个臭丫头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姐姐你最好了。这样，我回去画些样图，再把连碎材料附在上面，改日一并给你。我就知道我姐姐是最好的姐姐。不过，这件事还是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了，毕竟苏裴2家是劲敌，我帮你做这些事着实不妥。明白。单单为裴家如此奔波，却不知裴家是敌是友。王掌柜，哎呦，双双姑娘，王掌柜您辛苦了，我为您准备了一碗羹汤。哎呦，客气了，来，放这儿。之前斗玉大赛，王掌柜也是忙里忙外，我一直没来得及好好感谢您。这是哪儿的话呀？都是自己家人。你坐会儿。这次裴家大赛败北，怕是更难翻身了吧？哎呀，这是自然。这说来也怪，之前听少爷提及裴家坚守自盗辉月凤冠的事，若当真如此，为何没见他们巧加利用呢？嗨，他们哪儿敢呢？那可是杀头的大罪。那除非他们家破人亡，揭不开锅，吃不上粮，兴许可能会把凤冠上的琥珀拿出来变卖。哎呀，但是裴家再不济也不至于此啊。掌柜，趁热喝。如这老狐狸说的没错，那裴家必须得是穷途末路之时，才会取凤冠所用。阿六，这么晚在这干嘛呢？你还知道很晚了？这年轻人不注意身体，这么晚了还在工作。哎，我没什么事儿，我这不是看你最近忙，我来帮忙处理一些丫鬟活计。阿六，你是这府里为数不多的老实，有话直说，别绕弯子。哎，你先坐，坐，坐啊，坐，坐，坐。这个是我自己缝的，我想，都
我都懂，但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谈儿女情长之事。我勇敢追求爱情，没有错。不是，你放心，我就不信撵不走你这个贱人。好朋友。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是少男的心事，值得尊重。我真的不是，我懂。真不要脸啊！一边跟少爷卿卿我我，一边又跟少爷的亲信私通，廉耻何在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少胡说八道啊！还嘴硬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我看你跳黄河也洗不清。大姐，我说你是不是妄想症啊？真是什么样的人，只眼里的世界就是什么样。你什么你啊？啊？怎么了？少爷，我亲眼看见丹丹和阿六私通，他们还死不认账，还羞辱于我。阿六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少爷，我就是想让丹丹姑娘帮我把这个玩偶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信你。这就信了？少爷，你不是说跳进黄河也说不清吗？现在说清了。上次你冤枉丹丹的事情，我已经既往不咎。你非但不知悔改，还要毁消视听，无中生有。你眼前这两个人是这世上我最亲近之人，你觉得我会听你的话，去误会他们吗？你是在裴府待够了吧？少爷，我错了，我一时没弄清楚事实，可我也是一片好心啊，我一心想着少爷，生怕少爷吃亏。我上次误会丹丹，我也很愧疚，我一直想找机会弥补。我今天来，就是来给丹丹送礼物的。你送我礼物？什么礼物？一个口吃。拿出来吧。拿出来。你自己先涂一下。少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就是嫉妒丹丹跟你走得近，一时鬼迷心窍。我发誓，这里面只是加了一点麻黄和含羞草，用过之后只会生疮化脓几日，绝无大碍。少爷，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少爷。真是坏透了，看来我这裴府是容不下你了。你去找掌柜的，把月凤结了，自行离开吧。少爷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少爷，我求求你。滚！哼！放心吧，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反正他在这裴府待的也不开心，出去找一个别的差事，说不定是个好事呢。那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回去休息了。明天我还约了姐姐呢。姐姐，约了姐姐。哎，那你帮我把这个带给你姐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少爷，我什么都没说呀。你看这大晚上天都黑了，不然我下碗面给你吃。哦，不累，一点儿都不累啊。少爷，春芳在这边啊。这图稿里面的紫金、水晶流苏和蝴蝶扣技法要求比较精细，你回去之后告诉工匠们要潜心研磨。放心吧，姐姐，我说你也太厉害了，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有了这些啊，他们一定会折服于我的。哎，这个好好看啊！丹丹姑娘，谈话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订购了一批制作香料的原材料，一路周折，来此讨杯水喝。没想到这么巧，
你们也在。哦，香料，你不是开画室的吗？啊，是，但是我最近开了一间香料铺，画画的事就放在一边了。哎，我说你啊，不仅人长得好，这还有才华，做什么一定能成的。哪里，如果二位不嫌弃的话，不妨到我的香料铺一叙，我刚好赠予你们一些刚上的香料。好呀。姐姐，我请假时间不久，恐怕……姐姐不差这一会儿吗？走走，请。走。二位姑娘，里边请吧。哇，好香啊！要是在这儿工作，一定很幸福。来看这边这一柜，这个呀叫做扩香石，将香精油滴在水晶石上，可以散发米酒的香气，摆在客厅和卧房都很合适。好，向右边，右边那一柜呢是香水。啊，我们呀把各色香料溶于水中，可以撒在发梢或是衣物上，留香时间很长哦。二位姑娘请坐。各位面前的这些呀是香粉，可以直接铺在衣柜里闷香，亦或是掺杂在胭脂水粉当中，可谓一粉多用。没想到小小的香料竟然有这么多的讲究和学问，之前是我狭隘了。哪里，混口饭吃罢了。不过你怎么想的，把这画室改成香料铺啊？姑娘有所不知，最近呢，城主下达了政策，鼓励各种制香调香铺，大家都在争先抢占着市场，香料买卖可谓是未来有水最大香饽饽。我怎么没听说啊？你们成天钻研在玉器上面，哪有心思关心我们这些小本买卖呀？谈话师说笑了，生意本无大小。不过这出淤泥而不染的谈话师也开始研究起致富之道了。看来这么多年我没有白熏陶你，开窍了。哪里，我帮二位姑娘试一下香粉胭脂吧。哎，好，来。好的。这天都快黑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少爷，翠柳的事儿都已经处理好了，已经让他领钱走人了。丹丹回来了吗？这还没呢，她们两姐妹叙旧，总归要聊得久点吧？聊再久也不至于天都要黑了吧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行，我得去找找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别跟着我。鸳鸯底座放到双双姑娘工位上。双双姑娘呢？说是请假找妹妹叙旧去了，不是少爷您亲自允的吗？中午去的，现在还没回来啊？没有。会不会在铺子里啊？我就是从铺子里来的。双双一向不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啊。他有说去哪儿找妹妹吗？哦，吉祥茶馆。真是冤家路窄。看什么看？想到一些往事。看你这样子，也在寻你家单姑娘吧？你家那个单姑娘如狼似虎，感觉开天辟地都没有问题，有什么好担心？你家那个单姑娘，好像一个修仙玉女，不近男色，更是不用担心。你家那个单姑娘粗鄙无礼，根本就无人问津。你家那个单姑娘毫无情趣，更是无人问津。你家单姑娘整天这样，像个男人。你家单姑娘整天这样，像个雕像。你什么你啊？
位爷，小伙儿，敢问你们是询问2位貌美的女子啊？只有1位貌美。随便几位，小的只是想来告知，他们早就离开我们茶楼了，还跟随了1位画师去了香料铺。香料铺啊。哎呀，看来我是错怪你们家双双姑娘了，她还是有人问亲的嘛。闭嘴！好了，哎呦，我看看，哎呦，真好看！谭画师，我说你真厉害。这姐姐现在不仅是桂花香味萦绕在身边，这面色看起来都红润了不少呢。哪里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多谢谭画师，我也想要。好。哎，你给我看看。哎呀，看来我也误会你家丹丹姑娘了，在其他男人面前，她还是挺温婉贤良的嘛。哼，闭嘴！哎，我问你，这画师到底什么来历？哼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傲娇？抛开咱俩的恩怨不说，你还真想让这厮得逞啊？他应该是丹丹的一个旧识，之前还来我陪父1次，不过具体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。回去从长计议，不能入他的意。是什么？你知道，在一段恋爱关系中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就是一定不能先低头。如果你先低头了，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，明白了吗？吃饭啦！来，什么味儿啊？这么香？今天菜还挺素的呀。不是饭的香味儿，你身上的香味儿。啊，香吗？这可是谭画师特意给我调的，粉藕桃花香粉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这谭画师最不喜欢桃花，怎么给我挑个桃花味的呢？哎，你闻闻，香吗？还真是旧情难以忘却呀，连人家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味道都一清二楚啊！什么新情旧情的呀？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都看到了，你跟那个姓谭的画师，在香料铺里面眉来眼去，动手动脚的。你跟踪我？谁跟踪你了？我是碰巧路过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我做什么亏心事了？人家那是香料铺开业，我们去识相观摩而已。你这个人不要大惊小怪了。我都为了你把那个翠柳给赶走了，你就不能为了我稍微考虑我，注意一下吗？什么叫为了我把翠柳赶走了？你赶走翠柳不是因为她心术不正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要是没有我的话，你就要把这个翠柳留在身边，肆意妄为啊！不是我，而且谭画师又没有做过什么错事，他跟翠柳能一样吗？切！哎，好了，不跟你闹，我来跟你说正事儿。坐。今天我去香料铺啊，那是灵感大开。我在想，女人最喜欢2样东西，一个就是饰品，一个就是香料。如果将2者结合在一起的话，岂不是要卖断货？香料、玉器。如果我们的饰品上带有香气，佩戴者所到之处呢，都蝶风萦绕，那还愁打不开市场吗？而且我研究过了，这谭画师那儿呢有个扩香石，连石头和水晶都能染上香气，那我们的玉肯定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只要我们努力做，一定可以超过那个苏爵的。打住！我打死都不跟他合作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呢？不用再说了，这外面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准备去花满楼转一转，早点睡。
儿。六儿，好嘞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没有你，我自己也可以。哎，阿六出的什么馊主意？斗鱼大赛已经给了裴家重击，如果岁月守势再绝了裴家的后路，那裴家走投无路，是否能逼出凤冠呢？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生气了。那您不要生气，对身体不好。你就不问我为什么生气吗？那您为什么生气？少爷既然不想说，那我就不多问了。相貌堂堂苏玉轩少主，平日里喜怒不形于色，如今竟被一个女子逼得如此抓心挠肝。少爷，我从未逼迫于你。是我自己逼自己，行了吧？我看见你跟那谈话是搂搂抱抱、卿卿我我，我吃醋，我不甘，我嫉妒，行了吧？我苏决杀伐果断一生，竟被逼得如此难堪。少爷，您误会了，谈话师是丹丹的故交，我和他只是萍水相逢而已，绝无你说的那般举动。你在跟我解释？你还是在乎我的是吧？我话还没说完，就算我跟他真的有什么，我和你只是主仆关系，苏少爷也不必如此暴躁吧？除非他们家破人亡，揭不开锅，吃不上粮，兴许可能会把凤冠上的琥珀拿出来变卖。少爷，其实我有一事想同你商议。启培阁最近在开发低价碎玉首饰，其实早前我就有过此想法。如今启培阁输了比赛，名誉受损，贵价玉器生意大打折扣。如若现在我们乘胜追击，先行发售低价首饰，那他们不就穷途末路了吗？我不同意。好。好，就一个好字，你求我一次是能怎样？少爷既然觉得不虚此举，那双双也多说无益。哎呦，你刚才说跟那谈话是没什么，是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刚说的那些首饰，我明天命人赶工生产。别说，这批打样图确实精巧新鲜。没想到你这么年轻，竟有这般能耐。是啊，这批首饰虽然定价不高，但是发售后肯定会被卖空的。哪里，还是靠师傅们鲁班在世的手艺。这您做得好呢，这东西才卖得好嘛。少爷，咱们真的要跟他主动示好啊？这可不叫示好，这是本少爷大度洒脱，心胸宽广，不跟那般见识。再说了，他已经好几日没跟我提过那个香氛首饰了，我也不能总盯着一件事情不放了。这桃花饼、桃花酥、冰镇桃花山楂的，怎么都是桃花呀？你忘了，那个丑画师当时送了他什么？哦，粉藕桃花粉。哦，明白了。吃了我的桃花酥，断了你的桃花债。丹丹姑娘。啊，郝掌柜。7成的碎玉首饰已经完成了生产，这2日就会陆续安排上架。这批新来的样式呢，也要抓紧时间，间歇期隔太久了也会影响销量的。您放心，我在这儿日夜盯着呢，马上就能出货。那我去看看。
丹丹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。丹丹姑娘，有一位谈话师找你，说是先前约好的。哦。走。常听我们丹丹提起你，今日得见，荣幸之至。老夫人言重了，您才是泰山北斗，吾辈楷模。老夫人。娘。佩儿。老夫人啊，谈话师啊最近开了一个香料铺，这营收啊和品质在城里那都是数一数二的。我今天请谈话师过来呢，主要是想将它的香料和我们的玉器融合在一起。夫人，你想，若是我们的配饰和玉品都散发着香味，岂不是独一无二，天下无双？夫人，我本来想跟少爷商议此事，可是少爷他嫉妒谈话师的美貌，这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给拒了，所以我只能来找您了。在玉器上施以香气，可行吗？我最近研制了许多新型香料，我猜想，无论是熏、浸玉器，亦或是将香料以片、点的形式附着隐藏在玉器上，都是可以尝试的。那留香的时间呢？只要油料选得好，附着物选得对，留香半年应该不是问题。哦，老夫人，我们还可以联合谈话师的香料铺，若是这香味一旦弥散，终身免费补香。当然了，这个成本要算在出售之时，如此一来，我们两家就可以长久合作了呀。我觉得此事可行，还是我们丹丹啊想得长远。谢老夫人。裴老夫人能和丹丹相识相遇，可以说是彼此的缘分，也可以说是彼此的福分。是，说的没错，是我们彼此的福分，是我的福分。我不同意此事。你出来捣什么乱呀？为何不同意此事啊？我们在斗玉大赛中败北是不假，但事出不久，我们又是碎玉首饰，又是香料首饰，竟搞一些小商小户的不入流的技巧。我们启培阁建立之初，为的是争玉雕之精粹。若是让先辈们知道，如今的启培阁是这样的情景，又会怎么想？老夫人，不管干什么行业，我们都是要让老百姓享受到我们提供的福利。若是空抱着那些虚名大义度日，不也是孤芳自赏、自欺欺人吗？我是不会让你跟那个丑画师得逞的。你才是那个最丑的人。老夫人，少爷，城主大人急召少爷觐见。找我？参见城主大人。免礼。你自己先去看看那些玉器吧。这玉器都有一股特制的香气。不错，这是秀水城新推出的香氛玉器。香氛玉器，这秀水城也是盛产玉器，不过玉料粗糙，技法平平，被我们云翠城踩在脚下几十年。如今不知在哪儿想出一个鬼点子，竟制出这么多香氛玉器，引得全国各地的商贾蜂拥抢购。我云翠城挂着天下第一玉城的美誉，眼看却是要无人问津了。
所以城主大人召我们前来，是为了让我们感知香氛玉器，打击秀水城。没错，我命你们用最短的时间产出更好的货物，无论是香料还是玉器的品质，通通压他们1倍。今天在这香料铺啊，我是灵感大开。我在想，女人最喜欢2样东西，一个就是饰品，一个就是香料。如果将2者结合在一起的话，岂不是要卖断货？这件事情，我们城主已经筹谋很长时间了。在他的努力提携下，而今云翠城的香料商激情高昂，品质和水准都有了质的提升。相信他们也会支持你们的工作。城主大人，香氛玉器我可以做，而且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只是这斗玉大赛败北的选手又有抄袭的癖好，就没有必要跟我们一起合作了吧？好了，此事关乎云翠城的声誉跟未来，不是你们窝里横的时候。怎么说，启培阁也是100年老字号，多一个人帮忙，我也算是放心一些了。是，佩佩，这段时间你要与苏爵互通有无，精诚合作，取得成绩，立下功劳。以前抄袭的事情，城主就不与你们计较了。香氛玉器乃重中之重，我裴家定会全力以赴。不过，这抄袭一事，相信清者自清。好了，快去赶工吧。笑什么呀？笑你傻！官方指定城主亲密，这不做也得做了吧？当初就应该听我的，不就少了这些麻烦了，是不是？是，看来你还真是上天的宠儿。嗯，有你在啊，还真是万事亨通。嗯。哎，我说你就不怕我跟那个丑画师走得近了？哼，我现在可是格局大开。我跟谭画师是比普通朋友还要普通的朋友。既然城主大人让我们研制香氛玉器，那我们就放下戒心，加倍努力，说不定是我们翻身的好机会呢。眉间有了为谁编，晚风落映夕阳前，深渊年年谁为牵？等繁华飘落你的肩，许你月光绕指尖，执手看农民为边，只愿此生有你共度人世间。一问一笑的微甜，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天才呢？是，随便想个点子，竟然就是云翠城救命的关键。让城主大人都忧心忡忡的。你说，我们要是早点想出来，还有他们什么事儿？对啊，所以这启培阁再创辉煌，靠的就是我们2个小天才。给天才满上！哎，满上！哎呀，这城主亲命我们研制新的货品，对我们倒是百利而无一害，可就是拉着启培阁合作，着实让人厌恶。哼，说是合作，无非就是再斗一次罢了。那日在檀香阁，我无意听到丹丹也说过香玉结合之事。若是连城主都如此中意此举，恐怕启培阁也会筹谋的精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抢了风头的。哎，如今这檀香阁可是香料铺的第一把交椅，双双姑娘既然认识，不妨你去谈一下合作事宜，顺便获取一些独特技法。不用了吧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
也罢，那好，那早些休息，啊。少爷，那我也先行告退。双双，我思前想后，你跟那个谈话师，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过分之举。不好意思啊。少爷言重了，我并未介意。裴少爷，迟到了1刻钟啊！你们启培阁办事一向如此懈怠，没有时间观念吗？懈怠只是我与你合作的态度而已。彼此吧。说吧，城主说的合作，无非就是研制香氛玉器罢了。依我看，各自研发吧，到时候汇总成果直接给他就行了，没有必要当真坐在这儿商讨。那可太好了，难得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那你就抓紧时间吧，别到时候让城主怪我居高临下、孤傲自赏，没有协作精神。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哼，是吗？我已经和谈话师交涉完毕了，拿到了他最热门的昙花、芍药等12种香料。我们家双双用他的巧手金丝线，将这香料与12生肖图腾玉坠结合到了一起，可谓生动形象，香气宜人。一经发售，怕是就会被抢空了。那你呢？哼，你别说，这谈话师确实有点东西呀，制香技术确实是其他店没有办法比的。话说回来了，裴少爷是不是还因为他跟丹丹的特殊关系怄气呢？所以迟迟不肯动手？丹丹跟他没关系啊。哦，最好是吧？反正双双跟他是萍水相逢罢了。赶快把你的香囊玉佩收起来吧，我们家丹丹在楼下接我回家呢。走了。你，切个回家有什么好炫耀的？干嘛呢？那糖葫芦，你吃吧。专门给你买的。那，青天白日，真是晦气。那是因为您长了一双慧眼。要不你也来一口？不用了，看到2位已经够饱了。走吧，走吧。你刚刚怎么不跟着一起进去啊？进去干嘛？看他臭显吧。你还挺了解他的。这叫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苏爵已经跟你那个丑画师沟通过了，他们弄出了什么香囊玉佩，我们也得抓紧了，给城主一个交代。好的，少爷。我可说好了，我不跟那个丑画师交涉。少爷，你开心就好。
醒了。哦，我想到办法了。昨晚一夜都没睡吧？哎呀，这不重要。这玉石的料子啊，太密了，根本无法存香。你也试过了，蒸烟禁锢，但是都无济于事。如果像苏玉轩那样，只是放一个香物在上面，又毫不简洁，喏，这是石灰石。这石灰石的料子万孔稀疏，用它来留香再好不过了。我们把它打磨成薄薄的一片，贴在内壁上，这样不影响美观，又有香气。你还真是个小滑头。这都是你想出来自己贴的？而且我还想了，男用玉呢多为精简，我们就可以用贴片的技术；那女用饰品呢多求花哨，可以用彩带、绸带、树扎，这样也未尝不可。愣着干嘛？快夸我呀！夸，你还真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天才。不过这石灰石的颜色暗沉，如果能换成跟玉更好相融的东陵石，效果应该更好。哦，专业的事儿自然你比我懂，听你的。苏玉轩那边的香囊玉佩已经陆陆续续发售了，我们也不能太滞后。我们一会儿就让工匠们赶出数十枚来，明天开始预售。那我们去通知郝掌柜。走。走。郝掌柜，咱们的香氛玉镯可以推进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都不说话？香氛玉镯，现在别想什么香氛玉镯，看看你干的好事。先前这些碎玉首饰，整整齐齐的，一个都没有卖出去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不可能啊！前天苏玉轩突然开始销售跟咱们一模一样的低价碎玉首饰，做工比咱们精细，价格还比咱们低。一模一样。关键人家还打出了杀手锏，说是苏爵少爷亲手设计，只为造福低收入的百姓。苏玉轩本来就比咱们启培阁名气大，一样的东西谁会从咱们这儿买呀？更何况还晚了2天。裴宝说还惹来一身腥，说咱们东施效颦，不要脸。这些边角料瑕疵多，雕刻起来又麻烦，耗时耗力，啊，做出来这么一大堆卖不出去的破玩意儿，算怎么回事嘛？损失大吗？若是换在以前，这些钱也不算什么。可是斗玉大赛之后，咱的贵价玉器买卖本来就不景气，现在又把积蓄拿出来这么大一部分，做这些，怎么说好呢？怎么会这么巧啊？丹丹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，我问你，苏玉轩怎么会贩卖低价首饰呢？他们怎么懂这些啊？我之前做学徒的时候，曾做过一批低价饰品，一直放在角落里无人问津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决定生产发售，我也是上午才知道的。可是他们说是苏爵亲手做的。苏少爷名声大，说是他的作品对销售有好处。我就知道。姐姐记忆有限，苏玉轩现在贩卖的饰品，跟我之前给你的图稿难免有些重合。这件事对启培阁影响大吗？斗玉大赛之后，这启培阁的名声就一蹶不起，一直在吃老本。本来想出了一个新的方案，可是没想到却被你们反超，如今一个都卖不出去。我要多努力，才能补得上这次的亏损。姐姐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丹丹，再等等姐姐，我以后不会再骗你了。